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最后的一个开始这个最后的一个开始，这个当中我们就准备讲这个12缘起支12缘起支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思想，因为这里面讲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其他的生命欲界的就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欲界的一个人，主要是人，这里面讲的是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这个乱生的一个众生也可以它是从前世到现世，然后又到后世这三个过程当中它是怎么来的就是讲这个，也就是讲我们来的时候怎么来的走的时候怎么走的它是讲这个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怎么来怎么走呢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来了但是这个我们以后还要这样走的这个12缘起呢就是一个车轮一样的它是不间断的，我们走完了以后还要从头那再从头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个有所准备这里面讲的这些呢，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临的那面临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今天讲这个12缘起12缘起它是在显光庄严论里面呢，虽然是一个难题但是这些很复杂的我们不讲，我们就讲我们需要的一部分其他的很复杂的这些也不是不需要，但是目前我们还可以不学我们就学一下必须要学的一些关键的这些问题学了以后有什么这个好处呢这不但是了解了这个生命的循环而且我们要做准备，主要就是我们要做准备刚才我们提到过12缘起我们是已经走过了，已经经历过了成千上万次已经经历了成千上万次，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准备，在没有任何的准备这样子情况下就经历了无数次虽然经历了无数次这个12缘起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没有停止是为什么？什么原因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前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是缺少了面对它的这个方法缺少了以后呢一直不能解决问题，已经到今天到了今天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再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12缘起它是永远都不会停止，它不会自己停下来它不可能是自己停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几天我们也讲过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自愿来的走的时候呢更不自愿
走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走，谁都不愿意走，但是不愿意走也得要走。那个时候不是自愿不是自由。那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自由，也不是自由。如果是自由的话，没有一个生命愿意去做牛做马的，不可能有这种众生。但是我们平常都看到这样子的很多的生命低层的这些生命，如果有这个自由的话，他们不可能去做，他们肯定去做人间的这些国王这些这个就这种人，或者是到天堂去做这个帝释天王等等的，他们不可能去做牛做马。这就是充分的说明了生命来的时候是不是自由的，不是自愿的。如果愿意也得要来，不愿意也得要来。那这个为什么？为什么愿意要来，不愿意要来呢？前几天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不是这个上帝的安排佛教它不承认人格化的上帝但是也不反对我们会尊重这个各个教派，包括外道的这些，包括无生论的观点。这样说的话，你们有些人也许觉得这个话有点过分无生论的话，他是说这个不存在轮回，不存在这个因果的，这个怎么能够这个尊重他们呢？这个问题在佛经上早已提到过。佛经上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要去尊重他们的断见呢？无生论它虽然是这个不正常的一个这个观点，但是呢它也有一种思维比什么都不管就是持无所谓态度的那种人比他们还好一些。他们还是对这个生命就精心的思维。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像畜生一样的，就是吃喝就这些以外呢，什么都根本不去对这些生命轮回对这些这个根本不精心思维的这种人比较的话，还会好一点他的好在哪里呢？他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这个观点，但是他通过这种思维的方法，他会逐渐的这个转变改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佛也就是尊重这个断见。常见的话呢，他的教派当中也有这个行善他也这个要求信徒行善。所以这个肯定是这个尊重的。这个呢，显宗密宗都是这样，但是只是尊重而已我们不承认。那我们怎么承认呢？刚才说不是自愿来，不是自愿走就是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来，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走。来的时候愿不愿意是说不清楚的，有个人的情况。走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不愿意走的，但是会走的。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愿意走还得要走？为什么不愿意来还是要来呢？这是有因缘的因缘是可以改善的，因为它是有为法。它是有为法，所以有些外道就是讲这个命中注定，定了以后呢，这注定了以后呢，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这是他们的观点，不是我们佛教的观点。佛教认为虽然也有一些定业，但是所谓的定业它也不是没有办法改如果证悟空性的话，那也可以改如果忏悔的这个能力非常充足的话，那也可以改，都可以。所以这个不是命中注定，是我们可以改善
可以这个转变的，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如果这个12元气质不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不了解我们自己，现在这个世俗人当中就是所谓的伟人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得到很多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自己，他只知道一些狭窄的范围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心的奥秘。那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不是好奇心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要了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我们这样为什么老是不自由的情况下这样来，不自由的情况下走，不愿意来也来，不愿意走也走，这是为什么？首先要把这个根源首先要找出来，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找到了这个从轮回当中就是解脱的出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12元气质。那12元气质它也有小乘的观点，大乘的观点。大乘的观点当中呢，也有这个唯识的观点和这个中观的观点。小乘的观点当中呢，也有这个一切有部的观点和这个进部的观点有一些不同的，细节上面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呢一个关键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那我们就不讲这些不同的地方，就讲这些关键上基本上相同的就是讲它的这个这些重要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根本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讲这些。12元气质要分3个阶段，在佛在这个经里面呢，佛经里面呢，经典里面就分了3个阶段。3个阶段，第一是前世第二是先世，就是这一世，第3个阶段是下一世。它是这样分了这个3个阶段。实际上呢这个12个元气质当中有2对因果，但是分的时候呢，它不是前后2世，就是分了这个3个阶段前后中3世实际上就是有2对因果那么这个2对因果当中那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能因和所因因就是这个引导的这个因，能因和所因为什么叫做能因和所因？因是什么意思？因就是引来了这个后面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后世的这些乌云它就导致了这些，也就是它就引起了，如果没有这前面的这些因的前面的这些东西的话，后面的这些就不会产生那么后面的这些这个元气质呢，是他们引来的，所以这个叫做能因。所因是他们所引来的这个东西叫做所因，这是第一对因果能因所因，第一对因果。第二对因果叫做这个能成和所成，就是成就的这个成能成和所成。能成所成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的话呢，后世的这些乌云是不可能成的，
不可能这个成立的，不可能成立。所以有这个因就有这些果，这叫做能成和所成啊。一共是有这样两对因果，两对因果啊，分阶段就是要分3个阶段啊，前世的阶段，在这世的阶段和后世的阶段。前世阶段当中呢，就是要分哪一些？这个12个缘起支当中呢，就是哪些是这个前世的呢？第一个就是无明支，12个缘起的第一支叫做无明支，第二个这个缘起支叫做行，行就是行动的行，这行动的行的含义呢，含义是什么呢？因为有了无明，有了这个烦恼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些这个身和欲的这个行动，然后就是造这些善和不善的业啊。那么这个行字就是它的含义就是这些业啊，善和不善的业，善恶的业，这叫做行无明支和行支。然后第三个叫做识，识就是意识的这个识，意识的识。意识的识呢也可以放在这个前识，也可以放在这一识。但是我们呢，就是一般的讲法有这个是这个识缘起支呢，就可以这个归纳这一识。所以前世呢，只有这个无明支和行支。前世是无明支和行支，就这2个。然后这一世识，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这个识就是意识的识，识缘起支，这是第一个识缘起支。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识完了以后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呢这叫做这个名思支，名思名就是这个名字的名色就是色彩颜色的这个色，名思支，对，名思支。那么第一个是这个思缘起支，第二个是这个名思缘起支，第三个呢第三个叫做这个出入的入，入支，入缘起支，出入的入，出入的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这个住就是接住的这个住接住的住缘起支。第五个就是受受是这个感受的这个受。这5个呢就是这一世的这个就是这个3个阶段当中就是这一世的阶段，这5个是这一世的阶段刚才前面讲的无明和这个行这2个是上一世，然后接下来的5个呢就是这一世然后再加上还有这个有有支，有是有无的这个有意思是什么呢？有是三界三有，这些都是一个意思。有就是轮回的意思轮回的意思。有支有去支和爱支去是什么？趋势的这个去趋势的去，爱就是贪欲这个凡夫人的这个贪欲的这个支。这3个呢这个虽然是先世虽然是这一世，但是他们是后世的因，这个有支有无的有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取舍的取支在这个上面再加上爱缘起支。这3个呢虽然是先世的，但是他们是后世的
这个后世的这个因。那这些呢，这5个加上这3个就一共是8个了，这是这意识。那后意识的阶段，第3个阶段呢，第3个阶段里面只有2个一个是生老病死的生智第二个呢这叫做老死老就是这个生老病死的老和死老和死呢这2个没有分开没有分开就他们2个老和死这2个呢就是一个字那么为什么其他都是就是分开老和死不分开呢？这就是说有些人呢老了以后才死，有些人呢没有老之前就会死的，所以这个先老还是先死，这谁都说不清楚，所以这2个还是放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生和老，不说其他的呢？后世只有一个生和一个老和死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呢？老和死就是生的这个国患我们生下来了以后呢，有什么国患呢？就是有这个老和病的老和这个死的国患，就是让我们了解下意识的这个国患所以就这个说老和死，这样就是一共是12支一共12支呢，就分成这样子3个阶段的3个阶段那有了无明，就有了这个行智，有了行就有了识，然后浅浅的这些是因，有了以后呢，就会产生厚厚的这个果这叫做元气的流转，元气流转是这样流转下来，这叫做元气流转元气流转是轮回，元气流转是轮回然后这个最后呢没有无明就无明停止了以后呢，行就会停止，它停止了以后呢行停止了以后呢，识停止了以后呢，名思都会停止的，这叫做元气还灭，还就是这个还原的这个还，元气还灭元气流转是轮回，元气还灭是这个涅槃现在我们的状态，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元气的流转但是我们需要的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元气的还灭元气还灭以后呢，我们会解脱元气流转的时候，我们会这个轮回那么还灭和这个流转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哪里？就是在第一元上，第一之上，第一之就是这个无明第一个无明之上。如果我们有无明的话呢，其他的都不可能停止，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个比如说有火车的头那么就后面的他会跟着他走的火车的头停下来了，或者是没有头的话，那后面的这些就不可能走同样的元气12元气的第一个无明它不停下来的话，后面的这些是停不下来，无明停下来了呢，就后面的这些他们是没有办法走所以就是会这个解脱那说到底还是要推翻无明，还是要断除无明譬如说做梦的时候就是做到噩梦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白天和一模一样，会感觉到这个恐怖感觉到痛苦那是为什么呢做梦就是因为有了睡眠，就是产生了这个梦境但是呢梦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和痛苦是不是梦境，而是我们执着，我们把它当实有的东西，
当真实的东西，是它导致的。如果做梦的时候不把这个梦境当成真的话呢，虽然有梦境的现象但是就是不可能导致这些恐惧痛苦，不可能有这些。同样的现在我们这个流转轮回的时候也就是导致了那么多的生老病苦，是为什么就是一种执着就是一种原来是一个如幻如梦的东西，我们把它当真实的东西，所以就导致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果回头我们能够证悟这是不实在的这个如幻如梦的这样子的话呢，这些恐惧痛苦都会消失的，不一定立即会消失，但是从此以后就开始消失的。比如说做噩梦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虽然这个梦里面的这些东西还没有停止，还是在做梦但是恐惧痛苦这些都一下子就消失了，因为这是开悟了，在梦里面的一种真悟梦里面真悟这是虚幻的东西，所以这些痛苦一切都停下来了。同样的现在我们在这个轮回的大梦从这里面能够苏醒过来，苏醒就是说这是真悟，这是不存在的这样以后呢，后面的这些都会停止还是一个这个无明无明就是一个这个愚痴有了这样的这个错乱的这个观点，也可以说是错乱的观点。有了这个错乱观点以后呢我们所见所闻都当真的东西，真正的东西，所以他们对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痛苦菩萨证悟以后呢他就很清楚的证悟了一切，他所见所闻都是如幻如梦，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些痛苦因为他没有痛苦，没有执着，所以他能够能够在长时间，也就是说乃至不空这个轮回，他可以能够在这里面待下来，能够在这个度化众生，这是因为他没有执着，所以他能够做得到有这个执着的话呢，还是他也会有同样的痛苦那他也做不到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断除这个无明断除无明的方法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不用再讲。第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这个菩提心，第三个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真悟空心真悟空心的具体的最关键的最精华心髓一样骨髓一样的这个修法，就是前两天讲的，就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修法就是这个从理论上讲的话，会有一些其他还更多的这个推理的方法，但是具体的修法就是这些修法这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前期的，也就是以后修这个大圆满这些时候可以做一个铺路的前期的工作最后还是当然是这个要用大圆满的修法来解决，是最好的最快的最成功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要把这个无明要推翻，这无明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这两个我执叫做无明，这两个叫做无明这有了无明以后呢，就是有第二个，就是有这个心灵
行运就是造业啊。有了无明以后呢，我们就有了这个人我之啊。有了人我之以后呢，我喜欢我希望我自己快乐啊。那我要快乐的话呢，就是我需要很多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我要去争取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伤害其他人的，所以会造业的也许也可以造这个行善也会这个造这个罪业。这样以后呢，就是产生了第二缘起支，就是心这个心就是这个业，善恶的业。但是这个潜意识我们也有这个后面讲的这些色，还有这个名色住这些都有，前世也有，但是前世这些不是关键的，所以就没有提到。前世这个阶段呢，只讲的这个无明和这两个。因为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人，不是因为前世我们有了这个名色呀住呀，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前世有无明然后有了无明以后呢，就造了业，就是这两个问题，所以有了今天的这些一大堆的痛苦。所以前一个阶段当中呢，没有提到更多的，就讲了这两个，就是这个原因。前世这个三意识呢，它也有，刚才我们讲了，这意识就是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呢，有8个有8个呀。这个前世也有的，前世它也有8个但是前世有8个，为什么不讲这8个呢？这8个不是很重要，主要是这当中呢，就这个业这个无明和业这两个是重要。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后面的有取爱这3个呢，这个业这个心这里面就包含了。那其他的这些名色呀，这些就不用，色呀名色呀，这些不是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没有提到。同样的后世我们转世的时候也有，就是跟现在和一样的转世的时候呢，也有色名色这个住受入这些都有。但是没有讲这些，为什么不讲呢？因为让我们了解以后有生的话就会有这个老和死所以就后世里面就只讲佛这讲的这12缘起支的这些分别的这些方法呀，这些都是就考虑的非常的这个周到的，很充分的，有很多充分的这个证据的。还有很多这些意义，但是这些我们不讲，我们就大概的讲一讲这些为什么要分3个阶段呀？前面只有2个，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呀？后面有2个，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实际上都有，同样前上意识也有，所有都有，这意识也有，后意识也有，但是这些为什么这样挑选？它是有意义的这2个是前世前世。那么后意识的这个因果是这一世这一世的因果呢，也就是前世的这个无明和心，但是名字不一样。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后面的这个有取爱这3个呢，就是这个无明和这个心，但是名字不一样而已这2个是前世。然后第2个阶段的第一个支就是识就是心识的识心识的识。心识的识叫什么呢？这个我们投胎的第一刹那的这个心识叫做识这叫做识。
投胎的第一刹那，中阴身的这个心识融入了这个父母精卵的时候的第一刹那的这个心，这叫做这个识，这叫做识缘起智。它只有一刹那，它没有第二、第三、第刹那。第二、第三、第四刹那，这些就属于这个明色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就如果讲阿赖耶识的话，这就可以说是阿赖耶识。不承认阿赖耶识的这些小乘呢，他不认为这是阿赖耶识，这就是心识。无论是心识也好，阿赖耶识也好，投胎的第一刹那的这个心这叫做这个识。然后第二呢，就是开始这个从这个诸胎的这个过程算起，明识。识是什么呢？识是这个精卵的演变化，逐渐就是形成了一个人体。这个过程的早期的这个身体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身体，它就是一个人体的一种因而已这叫做色。明是什么呢？明是当时的这个跟这个心识一起的这个那个俱舍论里面讲的这个受还有这个相心就是这些受相心这些是跟这个心所有的意识也好，言识也好，都不离开这些。这些叫做明为什么叫做明呢？譬如说我们人的名字也好，物质的名字也好，它是没有阻碍的东西。一个东西也可以有3、4个名字，都是相互这个不会阻碍的同样的这个那个受相这个心那这些东西呢，它也就是没有阻碍的东西就是它们是一种心识的一个过程，心识意识的一个过程，所以叫做明色。这个明色呢就诸胎的时候呢有5种，在佛教里面讲5种过程，诸胎的5个阶段这5个阶段呢，从这个俱舍论到大圆满里面都讲，特别是大圆满里面讲的非常的这个细节。这些细胞虽然没有不是说细胞的名字这细胞组合又分裂，又组合又分裂。大圆满里面就是这样讲的。这学医的人呢，就是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跟这个医学现在看到的非常非常的相似。这细胞组合了以后呢，又要分裂的，分裂了以后呢，又要组合的。这些这个过程叫做色当时的这个中阴身就这个附在这里面的意识叫做这个明色，这就是明色，这叫做明色。然后呢这是从这个投胎的第2刹那一直到还没有形成这个眼根耳根的这个阶段，就是这个阶段叫做这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它还没有形成眼根耳根这些还没有形成，就这个诸胎的这个过程叫做这个明色，这叫做明色。然后就是入就是出入的入也可以应该是可以说出12出18界的这个出但是这个12缘起之里面有的字就是入，出入的入它是什么样的它是刚刚开始形成眼耳鼻舌的这个眼根鼻根这些眼根鼻根这些开始那个形成到
眼睛还不看东西，就这之间，眼睛还不看东西，耳朵还听不到东西，虽然是逐渐在这个发育在成熟，但是还没有到能够看到东西的时候就这个过程叫做这个入这叫做入智然后呢这个住就是接住的接住是什么接住呢？这时候呢它这个眼耳鼻舌眼根鼻根都已经这个成熟了不但是成熟，而且在这个住态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这些痛苦呀快乐的感受的时候，这时候为什么叫住呢？他的耳朵可以听到东西的那个时候呢他可以听到外面的东西或者是身体里面母态的里面的这些东西可以听得见。那个时候呢他的耳根，第一就是耳根，第二就是这个声音，第三就是这个耳识，这三个结合了以后呢，他可以听得到这个东西。他这三个组合的时候呢，他能够辨别这个声音的大呀小呀等等的，能够辨别的这个能力这叫做住那么这还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比较长的过程这叫做这个住然后受是这个，因为有了接住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痛苦呀快乐呀这些的感觉痛苦快乐的这些感觉有这些感觉以后呢，就叫这个受就是生下来就逐渐的这个长大最后去造业之前的这个小孩子也会造业，但是一般就是像成人一样的，就为了自己的生存就是就造业呢，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就是长大了以后呢，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生存去这个造业能够造业的这之前叫做受那这里面有十几年这叫做这个受孕，这个过程叫做受孕受孕之后是什么呢受孕之后就是受孕以前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舌，然后呢这个名色如住受这五个就是这个牵涉的无名和性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果那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讲了这个两对因果呀，这以前是一对因果那么无名和这个性这两个叫做能因，它就会引起刚才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所以这叫做能因。所因是什么？所因就是从识到受这中间的五个物质叫做所因，它是前面的这个无名和行云它们引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一对因果然后后面这个有是什么呢有可以解释两个，一个是轮回，一个是轮回的因在这里呢它不是解释轮回，就是要理解为这个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就是还是这个还是跟前面的心和一模一样的，用词不一样，实际上是一回事前面的是上意识的，就是上意识的这个上意识做的事情就是这一识的因，那么这个有呢，这一识做出来的这个业是下意识的这个因，对，这叫做有有就是
这个善恶的这些业叫做忧，这叫做忧之。然后呢，去是这个取舍的去是什么呢？去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生活就是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去挣钱等等等等，这叫做去去准备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些事情，这叫做去去做这些事情，这叫做去这个去它也属于这个业，因为这样子以后呢，它又会造业的，又会造业，这是以后的，它又在准备下一世了。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在准备下一世，能够我们再回来的这些因素呀，现在我们在做呀，天天都每个人都在做，这叫做去。比如说去这个做生意然后呢，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就骗钱妄语然后就竞争的时候就是上这个有意或者是无意当中伤害很多很多等等的，这些叫做去。这也是业，也就是造业去。然后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喜欢这些世间圆满的贪欲性，在佛经上这个12缘起当中用的就是爱这个字，意思就是贪欲这些。因为有了贪欲以后呢，然后就是这样子，它这个第一个有，第二个这个去这两个是造业。然后有了贪欲性以后呢，那么我们下一世再回来的这个因呢，已经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了。现在这三个如果具备的话，我们下一世肯定要回来的因为已经全部具备了已经全部具备，这个因呢全部具备了，为什么不会有果呢？肯定是有果的。这以上是这个这一世的这一世的。然后下一世生生是什么呢？生是刚才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世，这个世就是投胎的第一刹那这叫做世。这两个是用词不一样，实际上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老和死老和死呢，就前面讲的从世到寿这全部就是在这两个里面，这两个字里面这叫做12因缘那其中刚才后面讲的这个有取爱这三个叫做这个能成第二对因果的能成。后世的老死生和老死，这叫做这个所成，能成所成，这是第二对因果如果我们虽然有这些前世的因前世的这个无明和心还有这一世的这个有和去都有但是没有这个爱，就是贪欲轮回的这个欲望，如果断除的话呢虽然是有前世的因，但是下一生我们是不会投胎的因为为了知道这些，所以就是有两对因果，这里面有两对因，就是有一个远因和近因，果也有远的果和近的果虽然有远的因，但是没有近因的话就不会投胎原因是什么呢？前世所造的这些前世的无明和前世的这个罪业或者是这个善业，这叫做原因。如果原因有但是这一世我们修行好了以后就没有这个贪欲心的话呢，虽然以前造了很多业但是现在就是缺少一个因，它就不能这个。在经书里面讲，比如说古代的这个木车，它是有两个车轮的，它其中一个车轮不在的话，它没有办法走。
同样的，以前的这些所有都有，这些因都有，但是就是没有这个贪欲的话呢，那就不能转世了啊。这个贪欲啊，这个粗大的贪欲呢，我们是需要通过出离心啊来解决。细微的当然是通过这个人无我的修法来解决啊。这是他是不会投胎的。阿罗汉呢啊，他有原因，阿罗汉也有原因，但是他没有精因，他没有这个贪欲，因为贪欲是属于烦恼，他所有的烦恼都已经断除了，所以他这一世呢，因为前世的因缘，他会受很多很多的果报啊。这个《百业经》呢，那些上面都讲了很多阿罗汉受果报的这些这个例子呀，有很多例子，但是他下一世他不会再这个回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贪欲，就是让我们为了了解这个，所以把这个就分开了两对因果，两对因果。有人说很多的高僧大德呀成就了，为什么还有这个癌症呢？为什么还有病呢？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就在这个12缘起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高僧大德他们这一生修得非常好断除了烦恼，但是以前他们还是凡夫人呢以前是凡夫人。他凡夫人的是不要说一般的高僧大德，释迦牟尼佛以前都是凡夫人，凡夫人的时候释迦牟尼佛都会造业的，所以他是有这个原因是有的，原因有的话呢这个他还没有了还没有这个还清，没有还清的话呢，这个因果是永远他是不会错了他不这个因果不续，所以他这一世他会受很多的痛苦，但是这是他这个整个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这个生命的循环当中呢，就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还是剩下了一些业。我们都知道龙树菩萨呀就国王的儿子去要这个龙树菩萨的头那龙树菩萨说就你自己拿去吧，就是给你。然后他用这个剑就拿刀去看是看不下来。那龙树菩萨说，我用这个剑刀去伤害众生的这些业力呢，已经早已还清了，所以我不会受这些影响。但是有很早以前呢就割草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杀死了一个虫子这个因果这个因它还没有还清，所以你这个用这个茅草很长的那个草用它来这个砍的话，这头有可能砍下来的。后来这个人就是用这种办法他砍下来了这个头是什么呢？龙树菩萨这样的人他也就是有这么高境界的人，他也就是会受这因果果。所以一个可能性这些高僧大德呀成就者呀他们也许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因果的这个因果的报应有可能是这种。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就了之后不可能有任何的因果报应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故乡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村民另外一个印度的这个军队来杀掉，统统杀掉，杀了77000多个人这城市的街道上都是这个血，那个军官就是说只是把这个城市的街道都流出了这个血的时候呢，他就会为止。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手下的那些人就去拿了很多很多这红色的那个燃料就倒到水里面，就跟血一起倒在这个街上，然后那个人就满足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他也说他背后痛他什么呢？以前他跟那些人是一起造过业的，所以佛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没有成就的话，
我也就是就这些死亡这些人的其中一员，我也会被他们杀掉的。但是我成就了不会他们杀还是背后疼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佛是为了这个为了让这些人相信因果的存在。佛有些时候呢也这个因为就古代这个戒律里面2000多年前，印度也是不是现在那么热，很冷的，冬天一吹风一刮风的时候，这竹子都是会裂的，那么的那个寒冷。那个时候就那个比丘很多都是没有这鞋子呀，没有帽子呀，然后就是很多都是就那个生病的。佛生病的时候又去这个吃药有一次佛有这背后痛，有这个就请这个那个迦叶比丘请他念经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些是不可能的，是实现是实现另外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原因今因不在没有这个对轮回的欲望，所以他不会再转世。但是原因存在，所以他要受一些果报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因为这上面呢有这些问题，所以佛就把这两个就分开了以后呢就两对因果，这是让我们了解。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因果问题上大家都是很糊涂的，根本就不了解外面的人呢就更不了解，根本就不了解，都不懂因果是什么样的不了解。但是就是很多人因为很多人胆大呢，所以他还是这个这个来这个驳斥批判但他自己都不了解这些，他就不什么了，批判什么，那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众生业力现前的时候呢，他就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动力这些就会出来的勇气就也有些情况下这个魔障魔鬼也赐给他们这个勇气的这里面讲的是这样子这两个分开了以后呢能成的这个主要是欲望断除了以后呢，就没有这个下意识那么现在我们看自己这个12缘起之当中呢那个没有，都有的话呢，那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下意识再回来的这些已经非常准备的非常充分所以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要回到什么地方，这就说不定了要看他的因这个善恶的轻重。如果善轻恶重的话，那就是要回来的时候就是要回到恶去善比较多恶就少的话，那还是就是天人或者人但是还是没有意思的，就是暂短的时间过完了以后呢，他还是要下去的，对从一个长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再反反复复的做人，反反复复的做天人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就没有完成这个了脱生死的任务之前我们就总是就不会太安全的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堕落这个过去这不是这个有些外道里面讲的一些世界末日审判之类的不是这样，也不是一些瞎胡说的，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这个12缘起之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怎么来的基本上本来是前几天我们也讲了，生命的亮图是比较模糊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好比较清楚的这个概念前世不知道是人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前世是有无明的，是有业力的这样子的人
后世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但是后世会有生，会有这个死和老，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如果不愿意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我们要把这个12元气幻灭它。幻灭的时候怎么去幻灭？烧香拜佛念咒能这个幻灭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幻灭12元气质的一种因缘，可以成为一种因缘，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它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什么呢？是不是修慈悲心呢？是不是修不净观呢？这些也不是，它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最后就是只有空心，真悟空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有了真悟空心的话，原因尽因都会停下来的。原因和尽因都停下来的话呢，远的果和近的果都会停下来。所以这叫做因为比如说一个高楼它这地基有问题的话，它就整个都要会塌下来。同样的，我们把破坏这个污名，首先要去破坏污名破坏污名了以后，把这个污名消灭了以后呢，整个这个为污名基础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都会垮下来这就是佛才知道。除了佛以外，古代的这些两三千年前的这些修行人没有掌握的，现在是更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人就是生死轮回因果心这些上面根本都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他们认为非常了解，实际上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呢，他们不是权威，他们没有权利在这个当中插手插嘴因为他自己不了解。你不了解的话呢，那就这个批判什么什么观点建立不起来的。他的仪器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些。比如说这个大脑就是通过扫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左脑和右脑那痛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在哪里就是有脑的波，这是可以看得出。但是这是譬如说一个人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一个摄像机来拍他哭在流眼泪就是出这个声音，这个外面的这表情是能够拍下来的，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影片这袋子拿给别人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拍不下来他在想什么他是高兴激动了哭还是伤心哭，拍不下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哭过的话呢，光是看这个影片根本不是。所以就是内在的这些感受精神，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了解的。虽然知道他在流眼泪这些都可以拍的，不用扫描可以拍的，录像机可以拍得下来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他内心在想什么同样的，虽然有在这个大脑的某一个地方有不同的就比较异常的这些脑波出来了，但是他为什么出来了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在高兴的时候就那个出来了，所以说这是高兴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这个人告诉我们他在高兴，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高兴的一种反应但是那个人从来不告诉的话，仪器能够知道吗？就是人的生命当中的最关键的这些感受就是在这个精神上，这是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拍得下来，没有办法扫描得出来所以这些人在这个圈子里呢，他是没有办法他认为了解但是不了解，这他们也在争论了。心理学家就是
老实说，我们还不了解，根本不了解这个心理。但是其他人也不是那么的顽固的人，还是半信半疑的。顽固的人还是就是执着，还是就是说一个很古老的一种一个很过时的一种这样子的观点。但是这个我们不管我们佛告诉我们就是这些问题，这是佛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佛才知道呢？因为就是照这个修法修行的这些人修行的这些人怎么成就，这个我们经常都看得到。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真知真见，是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断除这个第一个缘起执，破坏第一个缘起执没有破坏的话呢，不破坏它的基础上磕头呀、念经拜佛呀、做功德这些都是虽然在轮回当中可以受一些果报但是他们不会他们没有跟这个第一个缘起执和直接的冲突，所以他不会破坏它。他不破坏它的话呢，那就我们永远都会流转。要是不愿意流转的话，那就是需要用一个直接跟他有直接矛盾的东西，而且是很尖锐的一种这样子的工具去破坏它。这是什么？这就是无我的真无人无我的这个智慧这是很重要说来说去还是要从出离心、菩提心，最后就是空性了。就这三个说来说去做的时候就这三个，没有别的，没有第四个把这三个要去归纳两个的话也不对也不对就是有了这三个以后也不需要第四个不多不少需要这三个就可以推翻第一缘起执。第一缘起执破坏了以后呢，其他都会塌下来的这是非常的重要希望你们就是抓紧时间修行上次我们讲过每一天因为很多是在家人在家人的话呢就没有这个专门修行的这个时间就是少一些。但是再忙也好，一天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就从出离心开始修起来。出离心修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修菩提心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两个修好了以后呢，然后这些中观的修法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前期的修法，然后最后真实的修法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考虑这个密宗的修法，这就是很快的。如果不想接受，因为修密宗的话要接受这个密宗的观定那有观定的话需要受戒如果认为这个受戒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可以仅仅是修这个仙宗的修法，它也照样的能够解决但是速度不是很快这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一世就虽然知道了这些道理都知道了，修法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但是不修行的话呢，这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损失比如说一个做买卖的人呢就亏了几十万这样子的话几万块钱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就对自己有很大的损失。但是修法不是这样子。修法这个现在因为钱的话呢，你这次亏了，下一次还可以挣回来但是这一次不修法
的话，下一次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呢？这就是很难说的。所以希望我想很多人就因为今年我们也反反复复的讲了一些关键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些已经清楚了这些修法清楚了以后呢，那就要去珍惜要去修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不但是能够度自己而且能够度其他的人，是很有用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他们教授把你懂得你别着呢把别讲这个呢网龙这把这边做连着做修